你家好漂亮哦！这好像也是你家哈。今天是方克跟密特的家，欢迎光临。这里是我们的玄关区。其实玄关很重要，是我们每天一进家门啊，第一个会遇到的地方。首先我会在这个地方就会先卸一下我今天的装备，像比如说我把项链拿下来之后，我就会直接把它挂在我们的项链区。这边有一整排项链，我就有一条，大部分都密特的哈。好，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这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希望上面的空间是比较有压迫感的。我们希望在玄关的时候还是有更开阔一点的感觉。我们的柜子只有做到这个高度，然后上面会有平台可以去置放一些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摆饰、墨镜、帽子，或者是干燥花，塑造我们进门的时候心情会很好。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当时我们选择了这个壁灯，这个是要预先埋线的，所以我们这边是看不到线的。选择这个壁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它是鹿角的设计。我们透过这个蜡烛灯打出去的灯光，你会发现它会把鹿角的影子往后打，所以会有光影上的一些层次。我觉得这个非常棒，我超级喜欢。柜子啊，下方这个地方是 open 柜，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如果我们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譬如说感应的磁扣或是钥匙直接放在这，然后有时候也会把一些零钱或是钞票放在这，所以我们家到处都是钱啊。这样好吗？在这个玄关区呢，它还会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当时在规划这边的一个使用方式。首先我们看到上面会有一个3头灯，在玄关的地方啊，其实比较少看到这样的设计。北欧风格的一些装潢，他们会在上面设计一个多头灯的，因为其实这边空间也非常的多，我们这边会需要一些光线，其实在门这边也会需要一点光线，再来就是后面一定会需要一些光线，所以我们把这3个灯分别打这边、这边、这边，让这边的光线是非常均匀的。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多头灯它是可以均匀的去分布灯光，不会是一颗然后散打出去。我觉得蛮好用的，因为它其实只要开一个开孔就好了。没错，它只要一个开孔，然后你可以随时变换你今天想要它打哪边。再来就是下面，其实我们是有做一个10几公分，那个高度是悬空的，回来的时候鞋子就直接这样放进去。更棒的是，我们连靴子都可以放进去。对。这边虽然它会有一小段哦，但其实你相对的也可以直接这样拉出来。球鞋的高度啊，你就可以直接放进去，像是这样。其实蛮好用的。其实很好用哦。我推荐大家一定要让柜子是悬空的，你会觉得哇，回到家直接把它放进去很累，就直接往那边走了，空间差很多。没错。然后这边我们也规划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的家，所以我们的插座在这边，它后面会有一个自己的回家的座，就在正后方。这个呢，从英国霍格华兹哈利波特影城带回来的。9又3/4的月台，再来这个斜角巷玄关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搭配在这边超好看，非常的英式风格。对，然后再来就是鞋柜，然后这里也是鞋柜，这2个呢是抽屉，可能就会放一些密特的化妆品，或是我们会中奖的发票。好，往旁边看呢，是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卸下的一些小包包啊、帽子区或是围巾，在这边我们有设计一个挂杆。可以挂一些简单的小包包，大的包包就不会放在这边了，不然的话这边会比较拥挤一点点。我们还是希望玄关可以有比较开阔的空间。再来就是出门前一定要用的镜子。当我们都完成所有的东西之后，我们就会这样，就可以出门了，非常的完整。稍微往前面一点呢，脱离了玄关区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高柜。这里呢是我们的大外套区，也就是说，其实它应该叫污衣区。冬天你会穿着大外套，但其实大外套它是不会每天洗的，我们就会放到这个地方，不会跟房间的外套全部混在一起，因为毕竟是一个在外面穿过，可能有沾到一些灰尘，里面是干净的。大家设计的时候，高度很重要，你一定要让你的柜子这个高度是可以挂上一些比较长的外套的，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尘。你要打开来看看吗？现在会不会东西掉出来？现在稍微有比较多东西一点点，我下次整理好再拍细节给大家看。前进一点点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餐具柜。上柜的设计呢，我们当时去选柜子的时候是在三商美孚干爹，我可能会有在下一间房子要装潢。我们很喜欢这个玻璃柜，而且我们一定要玻璃柜里面是有打灯的。我觉得有打灯真的蛮重要的。我关掉给大家看，这个是没打灯一样，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我们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打开玄关灯之后，
再来就是打开这边的灯，2层都是展示，这是战利品，新天鹅堡。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也是小小的空间，我们也是把它当成是展示的，上面的柜子，那这边就会放一些我们常用的杯子、保温瓶等等的，我们会把它收纳在这边，放在里面的时候也相对比较不会有落尘落到里面去。你觉得上掀柜好用吗？上掀柜非常的好用，说真的啊，三商美孚的品质真的不错。我上掀之后，它会自己有缓冲的空间，它是不会有砰砰砰的声音，包含你这样下来也是哦。其实我觉得铰链缓冲真的蛮重要的，它的铰链真的很好，它铰链还不错。再来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地方，大家知道我们出国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早上那杯咖啡嘛，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买了咖啡机。当然最近可能要换新的咖啡机了。干爹，干爹，我会在这个地方泡咖啡给我自己还有米特喝。然后往左边一点点，这里有一个奶泡机，我们有时候会拿它来做热可可啊，它可以打出非常绵密的奶泡。再来，气泡水机，也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爱喝气泡水，所以气泡水机实在非常的重要。大家如果想要喝可乐、雪碧这种口感，你可以用气泡水机加上一点点的蜂蜜或是柚子果酱，不要太甜，非常好喝。它后面可以换钢瓶的，其实也相对环保，你只要把钢瓶拿回去给店家。再来这边。的餐桌，我们的整个风格啊，就是希望在感受上可以是一个非常开放，也会稍微带一点欧式、美式的感觉。所以餐具柜这边其实是有做餐具夹层的，我们会在里面放我们要的任何的汤匙、筷子、叉子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这边会有一些餐具垫，还有我们的纸巾，譬如说这个有没有？是不是很骚包的一个北欧风的纸巾？再来两边就是收纳空间。我们都会在这边摆设，不管有没有要吃东西。其实我们每次去逛一些在欧洲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的其实在餐桌上都会有一些摆设，是我们觉得哇很漂亮的。每次你去参观的时候，不会只摆那张餐桌，它会在餐桌上摆一堆装饰品，包含盘子、碗、叉子、汤匙、刀子，会是一个比较西式的摆设。我们也模拟它摆设出来，加上3根蜡烛。这3根蜡烛是真的，它是可以点的。我们选的蜡烛都会是香草，可以让家里的空间非常的舒服。现在我们往视听区的客厅走。首先在客厅一定要会有一台大的电视，电视的大小很重要。这台呢是我们选择的 Samsung 65寸的。干爹，想换85了是不是？对，对，最近觉得65寸好像没有什么整个磅礴震撼的感觉，所以我希望用85寸，给我一个 punch。然后这边有一个音响，那最近不小心看上那个一条 soundbar 里面的顶级系列。爱旅行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小是打电动长大的，所以从 PS1、2、3、4、5我都有。好，最近在玩 Final Fantasy VII Rebirth， 稍微往这边一点点啊，是我们的实木百叶窗。大家都觉得它很不好清洁，对不对？其实不会哦，你只要去买到正确的工具，稍微刷过去，它就会很干净了。而且它可以让你家里看起来更有美式的氛围。而且如果你要引光进来，很简单，其实全部打开的时候，光线是蛮充足的。而且如果你要出去，就是这样打开。那因为当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些颜色上的规划，我们是希望可以把铝窗的颜色做一些修饰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遮挡我们的一些铝窗的一些不想要的颜色。我问过了，不要把铝窗要么换掉，超级贵，然后再就是你去上漆，他说跟买的用买的也差不多。它现在其实还有蛮多新的材质，对，好像是比较抗潮一点点吧。身为常常出去旅行又爱吃的我们，可以这样维持身材，当然就是靠它。跑步机。其实我觉得这台跑步机真的蛮轻巧的，虽然这不是业配，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业配用的。它也还没开始业配，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因为这个其实可以收纳下去，其实可以折叠的很小，所以其实它也可以放下来，可以折起来，把它收纳起来。来讲沙发之前，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电视柜很重要。当初柜子长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后来我们选了这么大的，因为我们东西比较多一点点。这个呢是3筒80的，所以总长加起来会是一个240公分的宽度。因为当初我们在想的时候，第一，我觉得我们东西蛮多的，然后第二就是很多人可能这边会坐满，但其实我们当初是想要这边有一些空间规划，比如说摆设或是电风扇，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边是绝对不可能坐满的。这个三商很贴心，它其实有帮我们设计，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哈，来刚刚好闪过，找设计的时候很重要，
还要帮你做尺寸上的一些很精准的规划。这个啊，其实做出来是有一定的一些深度的哦，它是直接从墙壁再出来一点点的，它是有一点小厚度的，小厚度再加上你的门的这个轴距打开来还会再有一些公分数的考量，所以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算很准，否则你是打不开的哦。每天早上都来量一下，如果觉得体重不太对劲，就往后退去跑步。好划算哦。对，非常精准。那再来呢，回到家最重要的就是整理好一切之后，就可以坐在沙发上。Hello， 首先分享上面那只猫头鹰，是在英国买的战利品，当时有说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 Brighton 进行购买的，我们上面其实是有一个砍灯的，所以当我们挂在上面的时候，灯打下来，它会有一个展翅的影子，特别好看。左右两边呢是在捷克布拉格买的，一个金色跟一个银色的盾牌，刚好我也把这个猫头鹰跟这一个旗帜放在砍灯的正中间，左右两边呢就会负责打灯给那2颗盾牌，所以其实一切都是有精心设计的。我最喜欢的客厅的一盏灯也是鹿角系列，当时在挑这些灯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鹿角系列，我想要让家里的氛围看起来再带有一种自然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风格挺多元的，参考蛮多元素的。其实像是在美式的装潢或者是北欧那边呢，他们都有用到这个鹿角风格的，它是一个6头的，重点它是白色。台湾真的很少找到白色，那时候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白色，然后去跟我们玄关的鹿角灯做一个呼应。客厅最重要的就是有一盏非常漂亮的主灯。现在其实比较现代风里面很少做主灯的，他们可能会用一些筒灯啊，或是一些间接照明，或者是用一些轨道灯去做设计。我们不太想把天花板降低，我超喜欢的。没错，选择一个鹿角灯来做整个客厅的一个主灯，但是其实在左右两边都会有一些像是一个立灯，跟左右两边的轨道灯、砍灯来做一些非常均匀的一些情境灯光的设计。这个是我觉得整个客厅很舒服一个氛围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家算是整个很大的空间。没错，我们从门口进来之后啊，会先一路经过玄关，再来会到餐厅区域，再进入到我们的客厅，一路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阻隔的。所以视野上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没错，很透视。对，就是大部分如果以东方人的话，会有风水的问题，可能会说穿堂，对等等的。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没有这个考量，不太在意这种风水性。我觉得住的舒服最重要。其实大家以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去过生活就好。如果你很在意风水，你就把它跟设计师讨论规划进去；如果你不在意风水，就以你觉得最棒的方式去让整个家的空间得到更好的规划。相片墙当然就是我们放特爱旅行周游列国回忆记录，其实上面都是做黑白的，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墙壁的一些装饰可以更加的色调统一，所以我们全部都洗成黑白的。像是这是罗滕堡，这是巴黎。其实如果你有去过这2个地方，颜色感受差距是非常大的哦，黑白更有回忆感。我们故意选黑色框相片墙，比较美式的感觉。还买了一个这个就真的是装饰品哦，它完全没有任何作用。鹿角爱好。厕所当然又必须要搭配一个战利品，它打出了一个钱币，是在我们去德国玩的时候海德堡买的。当时买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比较那种中古世纪的欧洲的那种城墙的门。后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打开是有一个人在里面大便，还比了一个赞，打了一颗钱币出来，带财啊！适合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换掉，换成白色。这个呢还是自己漆的，因为我也想要省成本。这个白门框我们在磨砂，然后漆超久的。因为你要油漆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磨一下，磨完之后呢，让它产生一点毛细孔，然后再去上漆，而且上漆还不是一次，可能要上3次、4次，水跟油漆的比例也是要调过的，对，非常认真。然后我们还把所有的把手都换掉了，所以我们把它换成比较偏向黑把手的。首先，这个浴室并不大，但是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觉得它很小。我们用一些设计方式，让它看起来再更广阔了一点点，视觉上也更宽广了一点点。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少人用这个砖，每次师傅看我们用这个砖，师傅都会生气。我们有2次在这间房装修设计的经验，每一次师傅看到这个砖，眉头都会皱一下，因为它要一片一片贴。对，它叫铁道砖，它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是胶钉啊，它当然有很多拼凑方式啊，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跟师傅啊、设计师讨论看看填缝的颜色。我们希望这一间浴室在这么小的坪数里面，可以看起来更有视觉扩张的感觉，所以我们是选完全白的砖，我们的地砖会稍微多一点黑色出来，黑色的点缀设计。我们当时希望这一间浴室是纯黑白色。其实我们的装潢大概已经是7年前了，所以7年前要找到这种黑色物件非常少。对，像这个，对，找很久。黑色这个也很难找，而现在其实很多了。现在很多了。不然我们的那个应该其实也是会黑的。没错。再来就是马桶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叫做洗屁屁。
方克是不擦屁股的，会擦。我一定要先洗过，从小到大一定要经过洗屁屁。这个厨房呢是有再度整理过的，所以呢大家会再看到一个东西。铁道砖2号，但是因为厨房是比浴室再更宽广了一点，而且因为我们厨房黑色元素比较多，所以这次的填缝剂就选了一个叫做深灰，我记得好像是水泥色吧，这个比较小片，这就是师傅再度皱眉的那一刻。这个是15公分乘7.5，里面那个是20乘10的，所以这个很小片，但师傅贴得很整齐。说真的，再跟大家分享柜子啊，我们选的是黑色的柜子，其实非常少在台湾看到这样的设计。那时候选柜子的时候，它好像很特别的型号，有一个叫6型，一个叫G型，我们龟毛非常久。那在这次设计的时候呢，其实从门板的颜色、手把的颜色、台面，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去挑选。这一次呢，我们选择了金手把，跟外面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白柜黑手把，这边是黑柜金手把。挑的时候啊，我们连手把，就我们的手过去顺不顺，我们都考量进去了。这个大小很重要，当然也有圆的啦，但是我们希望全部都是统一大小，特别选了手把，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已经纯黑的柜子，它如果没有一些点缀的话，太单调、太暗沉了，所以我们搭配了一个金手把，我们最喜欢的。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面如果也做柜子，一定会有更好的收纳，但是我们愿意牺牲一点空间，去做一个梯形的开放设计，而且这个梯形的开放设计呢，这一条也是黑的，来呼应这边。哦，我觉得特别好看。我觉得它最好用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不是传统的那一种，它只要拿下这片，把它擦一擦就好了。其实很多人会在意那个瓷砖这种是不是会很容易粘那个油垢啊等等的。可是我每一次煮完饭之后，然后拿布直接擦一擦就好，没有那么难清洁。它超好擦，目前很多地方都是用玻璃，对，轻玻、雾玻啊、灰玻啊，但是我们刻意不选玻璃。我想要有我去外面吃意大利餐厅，他们开放式厨房的一些感觉，所以我们用铁道砖一路延伸，哇，非常满意耶。对啊，超喜欢的。大型的抽屉柜啦，一样是有缓冲啊，缓冲很重要。好。它也很重要，婚姻三宝，洗碗机必备，没错 ，Bosch 的哈，很好用，真的很好用。它是45公分的，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2个，我们会有第3个成员，他是我们的小宝宝，45公分其实我觉得也够了。再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随时随地可能会有一些热水的需求。它的水呢是透过一个前导滤芯跟一个主滤芯，让我们直接生饮。现在是97度，这很好用而且这个水喝起来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再来分享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小配件啦，耳颈的，因为当时研究了很久。然后这个呢是万向头，你的决定非常的正确，选了一个法国来的，所以它在冲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方便了。哇，完美！我真的觉得非常完美，真的超好用，而且后来发现耳颈式真的很好看。很多长辈不喜欢啊，菜刀外露区啊，磁吸的。但是当然，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这个真的还是要小心点。我们很多种刀超多，其实那边打开刀很多个。我们最常吃饭的地方。因为在还没有小宝宝之前啊，我们2个都会在这个位置吃饭，在这边直接做完菜之后，我们就会直接端过来，就可以开吃了。非常喜欢这个，它还多了这个架子，可以去做一些收纳铲子、汤勺等等的。大家就想说，为什么这些东西要这样挂，对不对？其实也是参考国外的，喜欢把洋葱、蒜头都直接挂在一些随手可得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去把它挂在这边。上面可以做一些小锅子的收纳，气炸锅。首先，我们可以同时使用2个炉子加上气炸锅，我们还有煮火锅的 IH 炉，这样子就有4炉了，对不对？但是你们一定没有想到，在正后方还会有一个蒸烤炉。干爹，到处乱叫人家干爹，这个真的很好用原本呢，其实我们在规划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们比较不方便去拉220的电了，它有烤箱功能，一样有蒸，一样可以做解冻。打开之后啊，可以从小小灯光去看到，譬如说你在烤 cheese 可颂，它的 cheese 是否已经开始变软了。最重要的，为什么会选这一台？因为其实看了很多，那个时候我们只看到一台，它不是嵌入式的，但是它很像嵌入式的。之外呢，它的排气是往前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把你的烟往上排，这个木头久了其实是受不了的。我们找好久，找好久。下面这个，它其实是有接电源的，所以如果是你是气炸锅啊、电锅，
你想要把它收纳起来，看起来更整齐的话，就可以选择电器收纳柜。这个缝它就把里面的烟、蒸汽全部都抽出来，所以这2个都是前排气的。哦，这个很重要啊，这很重要，你的柜子才会长久。好，收纳。冰箱这个呢，现在里面打开，等一下办性别趴，大家的饮料。对，还有我们爱的那种日本战利品，这个各种口味。密特最爱的，上次只介绍这个口味，密特最爱的，但是我们其实还买了像是明太子或者是那个和风酱油，改天再来介绍食物。下一个区域，方克跟密特制片给大家看的地方了。工作区，这是我们的小小工作室，方克也是吉他手，还不知道对不对？现在跟大家说，其实我是吉他手，目前我拥有3把都挂在这个地方。这把最贵的，它是拿来吃饭的。再来呢，就是我的桌子啦。我的桌子又比较复杂一点点，选择了一个升降桌，这里设计了这个抽屉 ，MIDI 键盘区，音乐制作做编曲我会用到它，工作的核心。这个它看起来非常的专业，对不对？吉他效果器、录音界面、监听喇叭，大家听到密特的声音，许多都是用这个麦克风录制出来的，在这里。然后密特啊，比较文青，也比较喜欢植栽，所以有3个仙人掌。为什么选仙人掌呢？因为不用顾。你讲的好婉转哦。对，密特是植物杀手，常常会把植物养到挂掉，所以我们选择仙人掌。然后上面放的其实也都是我的东西。我其实有身兼多职，其中一个身份是讲师。那上面都是我到，比如说一些学校啊，或者是一些企业，帮他们做培训的时候的奖状。我大概讲，其实蛮多的，讲 podcast 配乐、音效设计，然后影像制作。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是想要学这些，你是想要了解某套软体怎么使用的话，我是有 Logic Pro 证照的。感谢大家，欢迎大家邀我当讲师。下一个空间应该就是我们2个睡觉的地方，对，我们的地方。分享了那么多饭店的房间，今天终于要来分享方克跟密特的房间了。房间呢，我们设计的想法呢，其实很简单，纯黑的美式的柜子，床头板、床架，还有左右2边的床头柜都是黑色的，跟厨房元素有点像，其实有点相呼应的。我们选择了金色的手把，师傅也很认真的跟我们讨论我们的把手，所以这个把手啊，其实你手伸起来就这样，是非常舒服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全黑床头柜，也是我们的战利品。这个是在英国买的，牛津大学附近的爱丽丝的店。床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在2边都设计了床头开关，可以直接一键把灯都关掉。然后我们也在2边都做了床头灯，它可以让你的灯光啊分布的更均匀，也更有情境感一点点。对，这张是密特的大哥帮我们拍摄的，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叫做南洋。对，其实就是我爸啦。很厉害耶！对，是我爸爸亲手帮我画的，然后给我们在房间当做一个壁饰。我们非常喜欢法国的氛围，所以他就帮我制作了一个法国看着巴黎铁塔的壁画，埃菲尔铁塔 （Eiffel Tower）。最开始，其实我们全室都是灰墙。那后来做了第2次的一些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所有的空间做了一些区隔。我们希望在厨房那个地方、工作室那个地方，能够更有听到朋友说了，比较南法一点点的感觉。对。所以是用了一个橘墙搭配黑柜跟金手把，然后再用干燥花点缀。房间呢用的灰墙，就是希望可以再做的更有一些美式温馨的氛围。我们回到这边不需要有太亮的灯光，只是想要舒服的睡觉，所以房间的灯光也推荐大家不要设计的太亮，只要视觉上够就好。然后客厅的咖啡墙也是我们在第2次装修的时候，我们就换了一个比较深的咖啡，然后我们用灯光去让那个深再稍微柔化一点点，你就不会觉得好像很重很昏暗这样子。这就是方克跟密特的家，带大家参观完了我们的家。没错。对，大家观看之后的一些心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蛮好奇的耶，因为我们自己是蛮喜欢的。对。就每次回到家都觉得哇，好像又回到欧洲度假、欧洲旅游的感觉。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一堆战利品带回来，然后可以让我们想起，那时候去欧洲去哪边玩的时候是这个感觉。
觉。我们真的很喜欢有颜色的墙，因为风格非常多啦，像有些人喜欢比较无印的啊，对，或者说有些人比较喜欢北欧或者是现代。其实也有很多是现在几乎都不做沙发，就我们子母桌是可以移来移去的。没错，那有些人甚至连子母桌都不要，或是电视直接换投影机。可我们自己还是比较偏好这种。我希望我们下一间可以弄成像古堡的感觉。应该快咯，你知道现在附中的小孩，到时候应该要给他一个房间，我们就之后希望可以开箱我们的古堡家，希望可以开箱我们的古堡给大家看咯。如果大家还蛮喜欢这个系列的话，我们会去多开箱朋友的家给大家看。那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次分享的一些家电用品吗？也可以。对，其实我们用下来大概住进来7年多，然后很多用品用起来的心得、使用心得，其实蛮想分享给大家看。那我们就下一次居家开箱见，拜拜，拜拜。